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2号。今年这个大选的形势相当复杂，因为今年呢，美国发生了太多的事。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初呢，发生了这个新冠疫情，对美国呢这个影响的这个非常大，不仅是上百万人受到感染，数十万人死亡，几千万人下岗失业。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发生了这个弗洛伊德这个黑人死亡以后，导致的什么，在美国全美都发起了一种骚乱行动，叫做黑人命贵。所以呢，这个行动持续的发展以后呢，对整个美国的大选形势呢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两天呢，原来川普总统所聘用的前国安顾问沃尔顿呢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在明天就会出版。那么因此呢，美国的这个大选形势相当的复杂。民主党呢是誓要把川普呢一定要搞下台。这个我不知道呢，民主党为什么他们对川普这个仇恨就那么大？因此呢，前任总统奥巴马就豪赌了今年的大选。他宣布，如果川普继续当选连任，他将携全家都移民加拿大。我不知道奥巴马讲话算不算话，是真的认为川普肯定输，拜登必然会赢，还是他是一个激将法？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激将，大家不希望他奥巴马移民到别的国家去吗？很多人喜欢他奥巴马吗？那么所有奥巴马的支持者就一起站出来投票，反对川普连任，因为川普不能连任，奥巴马不就不办了吗？所以我觉得呢，奥巴马更有这样的示范效应。但是奥巴马已经夸下海口，也就是说，你川普当选，我就移民加拿大。我不知道人家加拿大欢迎不欢迎他，你讲移民人家加拿大就移民人家加拿大，你觉得加拿大会那么喜欢你吗？当然，奥巴马他自信很好了，他觉得他到哪去都会有人欢迎他。你应该回你肯尼亚老家肯尼亚老家肯定欢迎你嘛。或者你到中国中共肯定欢迎你中共肯定是豪宅给你准备好，美女给你准备好，中共跟你奥巴马的关系多好。所以说奥巴马你怎么不到中国去呢？那么美国现在目前出现的这个大规模的骚乱呢，很多人都很担心，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民主制度是不是已经受到冲击？美国的这个社会制度会不会改变？有的人有这样的担忧了。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美国呢有一个基本盘，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形成，它绝不简简单单是几天就可以形成。包括中共，它形成中共的专制制度，它也形成了70年。美国的民主制度，经过美国几代人努力，美国已经有200多年的民主自由制度，是世界自由主义的灯塔。因此，美国这个制度没有那么简单就会被冲击掉。我讲过，美国它会有一个基本盘，这个盘肯定是稳定的，所以一些骚乱呢，它只能造成一些局部的破坏，让别人呢感觉到一些不适，感觉到对美国这个制度呢有了多一点的思考，但是它撼动不了美国的根基。美国人大家都知道都拥枪。美国人拥枪是什么？美国人拥枪除了用枪来保卫自己的家人、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合法的店铺，那么更是用枪来推翻那些不代表人民意志说话的政府。也就是美国政府，你始终要站在美国人民所表达的那个意志上。一旦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会用枪来推翻他的政府。这是美国民众，每一个美国民众都拥有的自由的拥枪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美国人民是用枪来保卫自己的。整个的黑人骚乱在全国、在全美很多地方都能产生，但是在有些州你就根本行不通。比方说德克萨斯州有很多城市，当地的民众他们就把自己的枪拿出来，成立自己的自卫武装，保卫家园。他们保卫他们的家园，保卫他们的店铺，保卫他们合法经营的财产，不允许任何人到这个地方产生什么骚乱。他们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不存在谁的命贵谁的命不贵的问题，所有人的命都贵。因此呢，德州的这一部分武装，他们自卫武装就保护了他们的家园，就没有人到这来闹事嘛，骚乱分子来一个就击毙一个嘛。这时候谁到德州去找事啊？所以说绝大部分的美国骚乱分子，你看到都是发生在明尼阿波利市啦、芝加哥市啦、西雅图市啦，就是这些他们黑人可以胡闹的、可以成立共产主义家园的地方。那么德州这些人就不敢去，因为德州有这么一批带有正义感的人，他们用枪支保卫了自己的家园。这是指美国的基本盘，也就是美国你想乱你都乱不了。不光是美国政府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美国现有的制度它有根本性的法治在管理，同时美国有这么一批有素质的民众，他们不会允许这个国家有人可以违法乱纪，可以乱来，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什么黑人命贵黑人命不贵，每个人命都很贵，包括黑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尊重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基本的。那么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你有什么基本盘？中国这个盘和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它这种局部的骚乱和个别地方的骚乱，因为基本盘是稳的，
再怎么烧呢，它冲击不了社会制度。而中共呢，中共最担心的是中共哪怕一个很小的局部骚乱，会导致全国性的震荡。一旦中国某一个地方有骚乱，然后全国响应，最终全国都引起了大规模的集会、大规模的上街、大规模的游行、大规模的抵制政府，尤其是大规模的银行挤兑，那中共它这个内部马上就垮，马上就分崩离析啊！中共的高级将领、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马上就火拼。可以讲，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到关键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落井下石，是踩别人的，是获得自己逃生的机会的。所以中共根本就没有什么基本盘。什么叫基本盘？可以讲，民主与法治、宪政与自由，就是决定基本盘的要素。中共因为他统治这个国家只有专制，他根本没有给这个国家人民有任何民主和法治，也根本没有宪政和自由，所以中共他就没有基本盘。而美国有，那么人家讲中共既然没有基本盘，中共怎么控制呢？中共不就是有军队吗？不就是有枪杆的吗？共产党不就是土匪吗？是绿林草寇吗？因为他们举着屠刀拿着枪，他们用枪来征服了人民，用枪强行的看管住人民，这是中共他靠枪杆子维持了他这个政权几十年，他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中国就是要军队要靠得住，如果军队有一天靠不住，军队一旦崩盘，那中共这个体制马上就崩，这种速度是很快的。那么什么时候会崩？我可以讲压在骆驼上最后一根稻草，我老早就讲过香港。如果是香港它持续的反抗，最终就有可能由香港这个压在骆驼上的稻草，由它把这个巨大的中共的这个骆驼把它彻底压倒，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呢，香港的局势呢现在扑朔迷离，还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共产党它死亡，还有一个死亡的过程，虽然它现在已经濒临死亡。那么美国呢？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争端啊，那么大家看到，奥巴马都亲自站出来说，如果不把川普选下去，如果川普当选，他就移民加拿大了。那么美国民主党里面有很多那些疯疯癫癫的议员啊，其中有一个纽约的酒吧女叫 AOC 是国会议员，是来自波多黎各的一个酒吧女。她在竞选之前1年还一直在酒吧里面当酒吧女。那么呢，她呢最终呢是当选了美国的国会议员。在当选了美国国会议员里面，她经常批评美国国家的政策。那么作为议员，你批评政策是你的权利，但是呢，她疯狂的反对川普，她反对川普已经到了非常癫狂的地步。她是属于国会女议员里面2个疯狂反对川普的癫狂女议员之一。还有一个人呢，还有一个女的叫奥马尔。那个女的呢是来自于索马里，她用她嫁给她哥哥，她亲哥哥，用这种方法来欺骗美国，获得了美国移民局的身份以后，这个奥马尔最终在她自己的这个索马里的选区里面也当选了美国议员。那么她个人嫁给她哥哥的这个假结婚骗取美国身份的事，已经被美国媒体大量的揭露。那么等待她的是美国法律的惩处。她呢，如果欺骗美国法律，她一定呢要付出代价。这就是讲那个奥马尔。那么奥马尔和 AOC 2个人呢，都是疯狂的反对川普的民主党的那种疯疯癫癫的女议员之一。AOC 呢，她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啊？她在礼拜6发了一个推文，她发推文就说他们在抖音上号召所有反川普的那些年轻人，预先抢购了川普在俄克拉荷马州他那个公开造势集会的活动的入场券，通过抖音联络以后，破坏了这次川普的这个竞选活动，阻止了一部分支持川普的那部分人进场。所以呢，最终呢达到了一定成效，他很高兴，因为有1/3的座位被空了。这就是 AOC 和一部分他的支持者一起在抖音上发起的。所以说，抖音对美国的破坏是很大的。美国如果意识不到，抖音将会给美国的大选、给川普总统、给美国的执政、给共产党的渗透，会带来对美国更深远的影响。美国如果不把抖音、不把微信禁掉，他以后还会尝到更大的这个对美国侵害的苦果。川普那天在俄克拉荷马州去进行集会，这是美国已经几个月来很少的重新恢复的这个总统竞选集会。所以呢，川普很重视这个集会场地呢，本来可以进17500多个人的，但是呢是需要事先在网上预订票。那么由于 AOC 等人号召所有反川的年轻人把一部分座位抢掉，就导致了有一部分想支持川普的民众呢根本无法进场。但是现场的气氛很热烈，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受到很多民众的欢迎，他也在整个这个现场，他一个人站2个多小时啊，70多岁啊，2个多小时啊，滔滔不绝啊，一个人站在那里啊。所以说你就看看川普的身体，你就可以看看他的精力，再看看有多少个人能扛得住70多岁的年纪站了2个多小时，从头到尾在那发言。川普要知道美国再次伟大，到深夜快2点才回到白宫啊，除了几个警卫人员，其余人都睡了。一个只拿$1工资的总统啊，
一个当了全球最富最强国家的总统，是拥有世界上最高权力的人啊。一个任期都没有结束，他个人资产就缩水了10个多亿的一个亿万富翁，凭什么每天被人骂？民主党的领袖个个是草根出身啊，那克林顿、那希拉里、那拜登、那奥巴马，通通是草根出身，是靠从政、是靠权力获取财富，然后最终发财的，没有人骂过他们吗？奥巴马竞选时候，奥巴马连芝加哥的房贷都没有还清啊。但是奥巴马去年一次头就在波士顿 NBA 的老板手上一下子买下了几千万的这个别墅豪宅，那人家奥巴马这个钱从哪来的啊？他退役到现在也不过就2-3年，他除了从政他没干过别的事，他从政发了财，为什么这些人对他们这些民主党的领袖靠自己的权力来谋起了财富以后，没有人看得见呢？他们靠权力致富，反而引起很多人羡慕他们的人生，认为是他们的人生成功呢。所以说，民主党他攻击川普也好 ，IOC 他在抖音上号召破坏川普的机会也好，对川普呢，他不过只能是恶心一下，对川普真正的竞选起不了太多的作用。包括波尔登写的这本书，波尔登写的书你认真去看就行了。波尔登书里面写的东西，实际上我不觉得他对川普有什么打击，反而我觉得给川普加了分。你看波尔登书里面提到重点的2点，第一点就是说，习近平要求川普绝对美国不能对台湾有军售。对台湾有各种武器售给台湾，这是习近平要求川普，就说中美之间恪守的一个底线，就是美国不能军售台湾，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蔡英文不可以随便访问美国，蔡英文作为中共根本不承认的中国的一个地区的领导人，他没有权利可以访问你美国，这是中美之间要恪守的另外一条底线。这是习近平关照川普的，也是鲍尔登爆料的，也就是习近平要求川普一定要做到的。那你看结果，就算鲍尔登讲的这个话完全是事实，习近平确实跟川普这么去说，那么川普怎么做的呢？军售台湾不但是售了，而且是卖给台湾最先进的武器 F-16，价值就达到80亿美元。至于蔡英文访问美国，蔡英文到了美国，从东海岸走到西海岸，把美国逛了一大圈，这都是事实吧？也就是说，习近平要求川普恪守的2条底线，川普一条也没遵守啊。因此来讲，鲍尔登爆的这个料，对于川普来讲，我觉得并不减分，川普反而加分。那人家是说，鲍尔登你起不到阻止川普这个作用，鲍尔登你还出这个书干什么？那我觉得有2点。第一，鲍尔登他靠出这个书，他获得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因为这本书预出版费就给了200万美元。至于以后能拿到多少万美元，那只有鲍尔登知道。第二个什么？他出这个书可以扰乱视听，在一定程度上从心理上干扰人们对川普的信任。我觉得这很简单，因为呢，每一个人呢，他都很自信自己。他都认为他自己去认识另外一个群体呢，他有自己的感受。你比方说这次美国爆发的这个大规模的黑人骚乱，所谓黑人命贵啊，有人认为解释不应该叫黑人命贵，应该叫黑人的命也是命。你不管他怎么去说，那么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不相信。其中有一个白左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个共产主义的狂热积极分子，他呢希望呢来证实一下，是不是就是说黑人们是属于不讲理的。他呢约了他2个小伙伴，另外2个人呢，一个是拿着枪在保卫他，一个人呢是拿着摄像机呢，把他整个这个做实验的过程全拍下来。那个所谓保护他，他是做个预备，因为他认为呢，确确实实有可能受到伤害。亏好他安排有人带枪，如果没有人带枪保卫他，他就没命了。为什么呢？他做什么实验呢？他首先做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就是黑人命贵，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他拿着这个牌子以后呢，到白人街区门口站倒，举给所有过往的白人看。那么绝大部分的白人看到以后呢，对他举的这个牌子呢，对他是微微点头，有个别人呢还对他竖大拇指，过来跟他握手。那我相信这都是白左了，也就是有左派思维的人认为他讲的话对，因为你看在美国都发生白人都愿意给黑人下跪，白人都给黑人洗脚，那么因此来对黑人命贵的这种招牌举大拇指握手，我觉得很正常。这是一部分他们的反应，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微微点头，有一部分人是对他举大拇指称赞，至少是有一部分白人看到，没有人提出什么反对。那么这个小伙子他就举了这个牌子，在白人街区做了这个实验，实验的结果也就是绝大部分白人是支持或者理解，或者说至少是不反对你这样讲，就说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句话呢大家能够接受。好了，小伙子就换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的是所有人的命也都是命。他拿着这个牌子到了黑人街区门口，结果他举上所有人的命都是命的这个牌子，站在黑人街区门口的时候，他被打的是鼻青脸肿，是抱头鼠窜啊！有几次对方对他的攻击都已经达到要他命的地步。这时候是因为他有小伙伴持枪保卫了他，所以最终就让他逃离了这个现场。这个结果就很典型的说明了，黑人追求的不是人人平等啊，
不是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看得平等的，他们是认为他们的命贵，你不如他们，所以说你到他的这个街口去举上所有人的命都是命，他们认为这就是挑战了他们，所以他要把你打得抱头鼠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你就可以看美国的高层领袖，美国民主党的很多高层领袖都赞成黑人命贵，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里面明确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命贵，这是很多民主党领袖都这么去说，专门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那么他讲这个话，首先就是带有不公正的地方，不应该提黑人的命是命，那白人的命就不是命吗？所以左派的领导人为了迎合这些黑人选民，他们就这样去讲。彭斯副总统前天在白宫也发表了演说，在这个问题上，彭斯副总统就根本没有谈叫黑人的命也是命，彭斯副总统是明确说所有人的命都是命，谁在美国法律制度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是什么颜色，大家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每个人都要珍惜它。所以我觉得彭斯副总统的这个做法和他这个讲法才符合实际和客观，所有人的命都是命，没有哪一个人命天生高贵，也没有哪一个人的命可以随便被别人侮辱的，因此来讲，在法律面前应当是人人平等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黑人呢，很多黑人呢，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呢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或者甚至认为有些黑人他们就是强调他们的命贵，他们就比别人高贵。所以这就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前2天呢，我到诊所去看医生，我的这个医生呢是一个台湾人，我们很熟悉，他是加州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因为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在一起就聊聊天。他告诉我，上个礼拜在加州大学和几个朋友就餐，期间呢有几个黑人朋友，这些黑人朋友都是学校里面的学者啊、教授啊，都是黑人中的那些精英佼佼者。他们就问在座的中国朋友，就说中国有没有黑人？那所有的华人朋友就告诉他们，中国有啊，中国当然有了，中国的黑人多呢，大城市北京、上海啊，尤其是广州，广州都有几十万黑人，都是黑人城了嘛。那么这些黑人朋友就接着问，那么多黑人朋友在中国，难道就没有爆发这种黑人命贵的这种大游行、大集会吗？那么在座的华人朋友都告诉他，没有看到。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说是在中国有大规模的黑人集会，要求呢黑人命贵，没有出现这个现象。那么这几位黑人学者就不理解了，为什么全世界都出现了，在中国没有出现呢？他说，难道中国政府就是那么野蛮？黑人如果集会，他们就用坦克车、机关枪对待这些黑人朋友吗？那么华人朋友就告诉黑人学者了，你们搞错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坦克车和机关枪。中共讲的话什么？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才有猎枪。黑人是中共的朋友啊，中共把黑人请到中国来，给黑人有很高的待遇啊。他们来一个人，中国要给他们发10几万的学费，让他们上大学。他们上山东大学还有3个女学办，他们在中国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他们在中国的地位高得很，他们的命比中国人贵多了，他们还要搞什么黑人命贵啊？所以说这几位黑人朋友听完了以后才知道，原来美国黑人打和闹，他们要争取的权利就是现在在中国黑人已经享受的权利啊。所以说黑人在中国的这个待遇已经高于中国普通国民，那黑人在中国才真正实现了黑人命贵啊，这是共产党给黑人的待遇啊。所以说全天下的黑人你们都到共产党那去啊，共产党给你们发钱，给你们发女学办啊，因此美国的黑人你就别闹腾了，你嫌这边不好，你要么回非洲回肯尼亚去，要么你像奥巴马一样投奔共产党去。不过呢，我要跟那些打算到共产党中国大陆呢投奔共产党的这些美国黑人兄弟们说呢，你们如果过去的话，共产党迎接你们很可能是猎枪，因为呢中共是要消灭美帝国主义的哇，也就是你从美国来的哇，美国来的不管你是白的黑的，共产党都是要打倒要消灭的哇，是让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哇。你们到中国现在想去拿3个女学办，你别做梦啊，那是奥巴马谭德赛的待遇，你们是美帝国主义，管你是白的黑的，从美国来的都是要打倒的。所以说你们最好的办法先去非洲，到非洲完了以后，从非洲再到中国大陆，共产党欢迎了。共产党现在在中国大陆给予10万块的，以及那些享受3个女学办的，都是非洲来的。美帝国主义来是肯定不行的，美帝国主义中共是要消灭的。因为凡是从美国到中国来的，凡是跟中共从美国来合作的，中共都是要审核你的。你只有跟共产党合作的那些富豪啊、政治家，像奥巴马、像谭德赛这一类，包括马斯克，你看马斯克的星链互联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叫私人测试状态。这个私人测试状态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全球任何地区现在都可以申请连线了，只要填写邮箱和国家就可以了。马斯克表示，不需要上门安装，卫星就在头顶，只需要购买一个直径只有0.48米的小锅， WiFi 就在太空，卫星就是路由器，
信号直接传到你家。我一看到这个信号需要锅，我基本就明白了，这啥锅啊？炒菜锅啊？是不是继菜刀实名制以后，中国买炒菜锅也要实名制啊？马斯克这个锅不就是按照中共要求设计的吗？中国大陆你看看谁家你敢在楼顶，在你家的阳台上面就装一个锅？你装这个锅，共产党就认为你装这个锅的人就跟你拥有了武器弹药，拥有私藏枪支一样。你看共产党怎么整治你呢？共产党会让你在家里面装个锅，也就是你装锅准备翻墙的，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所以马斯克这么一个设计，这么一个锅，那显然中国大陆没有几家能装得了这个锅啊。我不知道马斯克他为什么这样去做，他一定要有个这么个锅才能接受他的所谓星链的卫星信号。马斯克都把自己的飞船送入太空了，马斯克的技术那么强大，非要接受你的信号是要有那么明显的一个锅吗？没有别的科技方法吗？没有手段吗？马斯克完全有，但是马斯克不想这样做。因为马斯克现在设计的通过这个锅来接收信号，他设计的就是中国大陆，你根本这个防火墙，马斯克就没打算把你破掉，他就让共产党看管着每一个家庭嘛。哪一个家庭你敢装个锅呢？你想想看，你过去弄一个短波收音机去听一个美国之音，被人告发了都要送去坐牢的。现在你家门口装一个那么大的锅，无论你装楼顶装阳台，马上邻居就看到了，马上就举报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马上就修改他的国安法，国安法里面就规定，凡是装锅的就等同于你私藏武器弹药，你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说句真话，这个锅这条法律，他把它装在香港港版国安法里面都是有可能。因此马斯克的这个设计显然就是配合了中共，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破除防火墙，给广大14亿民众，给全球最大的一个互联网的群体，给他们提供翻墙的方便。你既然是创造了全球无障碍的这种星链卫星网络，你为什么不给中国的14亿老百姓，给他们创造一个便利呢？马斯克嘛，他主要他的头脑里面早就得了马克思的真传啊，他一心要传播共产主义啊，所以他配合共产党你就没办法了。但是马斯克如果醒过来，是击败共产党，是破除防火墙，我告诉你讲，马斯克1个礼拜就可以把共产党的防火墙破掉。无论马斯克的资金还是马斯克的技术能力，分分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中共他确确实实通过他的资金，通过他的这个巨大的经济能力，是拉拢世界上很多类似于马斯克这样的富豪，克林顿、奥巴马这样的政界人物，然后为中共站台洗地。但是呢，世界大势你中共是扛不住的，可以讲中共现在就是内外交困。目前来讲，中国可以讲叫山洪爆发，这个三峡大坝马上就要倒塌。这几天出现的这个卫星云图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洪水现在积聚在长江的上游地区，重庆啊、湖北啊、四川啊这些地方现在面临着大的山洪爆发。三峡大坝经受着它建成以来最大的考验，这个大坝离垮塌我看不是太远了，也就在这几天，很可能大坝会崩堤。因此很多专家都强调，这个长江中游，也就是说武昌以下的地方要跑，赶紧跑，因为长江中下游被淹，这已经是事实。至于大坝崩堤的话，那就无数人家没命了。长江三峡大坝是中共的一个政治工程，根本不是一个水利工程。在一片反对声中，中共一意孤行，尤其是李鹏家族一定要建，因为他们家族可以获得巨大的好处嘛。这个大坝早就变形，现在经历着这么大的这个暴雨，很可能这几天就要崩堤了。那么共产党现在眼看着要崩堤，不是怎么去抢救人民财产，不是怎么保护民众疏散转移，而是在网上抓煽颠分子。重庆市公安局讲，谁传播三峡大坝的消息就抓谁。因为中共现在已经到了狗急跳墙啊！现在根据多家新闻媒体的报道，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叫许志勇，许志勇再次被中共当局抓捕了。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对许志勇有过批评的，是因为我跟许博士政见不同。那么政见不同，我们共同探讨是完全正常的，是因为我完全不赞成他指责香港的勇武派就等于暴徒的这种说法。因此我对许博士在我的节目里面是有个批评意见的。但是这绝对不妨碍许博士他成为一个新公民运动的领导者，成为一个意见人士。我支持许志勇挑战中共的权威，所以中共现在抓捕许志勇，是中共他粗暴的干涉中国公民的法治，对中国公民言论压制的又一表现。因为许志勇这次被抓捕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份很激情的劝退书，他希望习近平知耻而退。习近平既然没有能力处理国内外危机，包括武汉新冠病毒的疫情和香港民主的浪潮，就应该退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这是许志勇写的一个劝退书，因此我支持许志勇的劝退书，我支持许志勇大胆地向国家领导人提出他自己个人的政治批评。
因为他有政治批评，中共当局就抓捕他，是中共当局粗暴的干涉自由人士的言论。对许志永的再次抓捕，说明中共的法治的再次的严重倒退，也就是中共他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他离他自己快死之前，他现在就疯狂的抓捕那些异议人士。然后我不讲吧，三峡大坝的崩堤，现在长江上游巨大的洪水，就是共产党现在的写照，也就是共产党现在就面临着巨大的风暴，面临着巨大的崩堤的危险。如果是三峡大坝崩了，那也就是共产党也就崩了。你看看，共产党离崩堤和三峡大坝一样的崩还有几天？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